果不是金赛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金秀贤恐怕不久后就要成为第二个裴勇俊了吧。金秀贤第一次搭上演艺圈的边是在2007年，那时的他通过了韩国3大台之一的 MBC 情景剧试镜，正式以演员身份出道。不过他那个时候的形象可不是人帅戏好的男神演员，而是一个低俗的奇葩。他不仅会洋洋得意地自曝学生时代玩火，烧了学校的花坛，还沾沾自喜地将自己随地小便的照片上传到社交平台。即便他当时还是18线的小胡咖，但是他震碎三观的奇葩操作，还是激怒了广大韩国民众对他进行声讨。遇事就装死的金秀贤，从刚出道就和现在一样，一心只想逃避公开道歉，承认曾做出的错误示范。但是随着事态逐渐严峻，眼看出道即崩组的他，最终还是不得已出面正式道歉。就这么个人，原本以为在演艺圈只能打打酱油，撑死也就扮扮小丑博关注赚黑流量的存在了，结果却被人包装重新打造，摇身一变奇葩变男神。而他背后躲着的能人，就是我们本期的主角，老牌韩流巨星裴勇俊。金秀贤当年虽年少轻狂，小有名气就嘚瑟到尾巴翘上天，尽显奇葩男本质，但却被老狐狸裴勇俊给悄悄盯上了。他发现了金秀贤某些方面的潜质，不仅公开正式收金秀贤为徒，还从零开始全方位重新包装打造金秀贤。除了最基本的演技提升外，像体态、礼仪，甚至是媒体应对课程，裴勇俊是一个都没落下的对其进行培训。也是自从签进裴勇俊经纪公司开始，舆论就好像集体失忆了一样。金秀贤早期的一些奇葩操作、不当言论，逐渐被人淡忘，再也没有被拿出来讨论过。而裴勇俊对金秀贤也的确够重视，在他的力捧下，金秀贤直接空降 Dream High 剧组，正当红的秀智还有顶流男团 2PM 都得给他做配。后来裴勇俊甚至还招来了韩家人全智贤来给金秀贤抬咖。至此，一位轰动亚洲乃至全球的韩流巨星正式养成。作为亲手包装洗白金秀贤的裴勇俊，又怎会不知道自己捧的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金秀贤不仅在演技上直逼碾压当年师傅的高光人设，甚至在玩弄、逼迫、欺凌弱势群体上也是学到了其精髓。徒弟金秀贤把15岁就和自己相恋的未成年童星金赛纶逼上了绝路，师傅裴勇俊则是通过操控资本，不断的吸食压榨旗下艺人，甚至他还曾因占用医院资源，间接导致病婴离世，而遭到韩国民众联名请愿青瓦台对其进行制裁。这对师徒真是坏的一脉相承啊！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从幕前转到幕后的资本运作大佬裴勇俊。他是韩流男星的开山鼻祖，然而他的长相却一直充满争议。他巅峰时期演一部戏就能撬动韩国的 GDP， 然而他却突然息影，摇身一变从娱乐圈打工仔变成了上市公司的大老板，一度身家1000亿。他的人生简直是开挂的，他只用了短短12年，就从一个考不上大学的穷小子到顶流明星，再到资本大鳄。裴勇俊实际上出演的电影只有2部，并且可以说他的演艺事业有50%是因为中五路葬送的。但是裴老叔的人生经历过于戏剧化，兼具代表性。关于男明星如何通过人设爆红，在转型失败后如何爬起来入局资本，又在入赘财阀失败后如何再次爬起来，事业爱情两手抓，最后还在45岁不到的年纪提前退休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可以说这位初代顶流给韩国演艺圈的后辈们打了一个完美的样板。在韩娱混的这些日子，裴勇俊从不打逆风局，并且可以说是完美实现了自己当初的野望。提到裴勇俊，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卡着金丝边眼镜的温润如玉贵公子，戴着眼镜的知性男，这样的形象也逐渐成为了他人设的一部分。不过这其实并不是他有意为之，因为小时候打跆拳道受伤，眼部视力急速退化，所以他不得不戴眼镜。高考失利，家境困难，裴勇俊选择高中毕业后早早就业。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影视公司打杂，派发电影传单，协调艺人拍摄，当龙套演员，简直就像快砖，哪缺往哪搬。就这样辛苦工作了3年，他抓住了 KBS 的试镜机会，成功签约，并且主演电视剧《爱的问候》出道。90年代，裴勇俊出演了大量 KBS 热门韩剧，其中最出名的是韩国电视剧《收视之最》《初恋》。他饰演了一个行事风格叛逆的天才法学生，对于这波泼天的流量，
裴勇俊没有选择旧事接住，而是面对众多剧本邀约时选择激流勇退，去成均馆大学影像学习深造去了。2年之后，他主演《情定大饭店》回归。这部剧在亚洲也是影响力拉满，还顺带带动了韩国酒店管理行业的发展。但真正让他作为韩流鼻祖大爆特爆的是次年的《冬季恋歌》。这部剧在日本引爆的韩流热潮，让他成为了日本韩流之先驱。《冬季恋歌》让日本人疯狂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们为裴勇俊独创了永萨玛的称号。他访日的时候，受到了堪比国民首脑级别的接待。媒体24小时用直升机追踪行程，电视台同步播报裴勇俊访日纪录片。健身写真集3天在日本卖出了10万册。日本国民漫画《死神》《蜡笔小新》《年魂》《宝可梦》等等都玩过永萨玛的梗，或者以他为原型创作人物。人在爆红的过程中，必然会迎来捧杀和质疑。韩国演艺界曾经评价过，裴勇俊能成功靠的不是演技，而是人设和形象。为了摆脱这个刻板印象，裴勇俊从收到的快上百个中五路电影本子中，挑了一个和以往形象大相径庭的角色——古装片丑闻里的朝鲜时代花花公子赵元。他为了演好这个本子，也是费尽心思，又是钻研原著，又是练文言文，又是节食减重。影片上映后，获得了票房成功和超高的话题度。然而，裴勇俊的主要粉丝圈层日本中年女粉崩溃了，多数人接受不了他的影视人设，来了这样一个180度大转弯，甚至逆反，跑去日本雅虎电影评分网站上，给这部电影打出2分的成绩。04年，人气如日中天的裴勇俊直接在自己的官网上宣布有公开女友，对方是才女导演李思江。这个杀伤力几乎等同于如今流量小生直播间公开嫂子，承受不住的女粉们直接吓跑路了。2005年，从韩国广告界流向民间的半真半假艺人 X 档案，怼了一大波有国民度的艺人，裴勇俊也包含在其中。其中涉及到的牛郎出身争议，以及对娱乐圈打工人动粗等，和贵公子人设相悖的争议。同年，日韩因为主导主权问题产生矛盾，政治关系极为紧张。裴勇俊作为在日本极具人气的娱乐圈人士，也躺枪了。韩国、日本两头不讨好，他被韩国媒体质疑，到底是韩流天王还是日本红星？在主权问题上，到底会不会给祖国站队？经纪公司更是担心他在日本的市场会因此受挫。在05年出演的电影《外出》，07年出演电视剧《太王四神记》之后，他再无出演任何作品，实质上已经从演艺圈半退隐。原因也是多方面的。首先就是作为韩流艺人，有时候平衡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确实太难。到底是维护花真金白银的人设粉，还是趁早转型，这是个纠结命题。其次是裴勇俊本人有颈椎病等健康问题，无法频繁参与拍摄。在拍完《太王四神记》之后，他还卷入了天价片酬争议，引发了一波德不配位的讨论。好在裴老叔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和个人目标定位清晰，00年代就开始踏足商业领域，投资餐厅、股票、地产，又在04年创办明星品牌店 BOF，06年收购影视公司 TwoBoom， 更名为 Key East， 同时将其业务方向调整为娱乐经济管理。09年 Key East 和 JYP 娱乐合资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 Holim， 并在次年吸收合并了之前的品牌 BOF， 涉足流媒体平台等多维度娱乐业务。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，裴勇俊成功完成了借壳上市。在同辈艺人还在因为转型苦恼、因为丑闻沉沦时，他早已踏上了另一条康庄大道，花了10年不到的时间，走完了别的老叔谋划了快20年的道路。另外，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，自从他成立自己的经纪公司以来，就订立了臭名昭著的抽成艺人70%收入的苛刻条例，旗下艺人顶着巨大的工作压力，但是到手的薪酬却寥寥无几。这也就是人气 top 的东方神起跑完1年死亡行程后，一算还倒欠公司一大笔钱的原因了。而资本压榨只要起了头，就不会轻易结束。在裴勇俊将公司出售给 SM 公司以后， SM 公司也继承了他这种对员工剥削的管理方式。如果有艺人受不了想解约的话，就要赔付天价违约金。这会知道韩国艺人得抑郁症和高自杀率的原因了吧？除此之外，裴勇俊的野心还体现在他人生不同阶段的恋情上。之前说到他在官网上自曝的嫂子李思江，家庭出身显赫，父亲是韩国棋协会长兼大邱牙医协会会长，家里经营着大型牙科医院。成为韩流巨星的女友，意味着要让步出一部分隐私，承受巨大的关注度。再加上有年龄差，对于结婚事业的规划不同，两人在交往1年之后便以分手告终。也有说法是因为家境的差距，这段恋情被李思江的院长父亲反对。在2013年，裴勇俊的粉丝们又迎来了真嫂子2号。
这位来头更是厉害。LG 财阀家族成员具少熙，两人恋情先是由日媒独家曝光，后地社曝光了约会照片。具少熙比裴勇俊小14岁，在此之前有一段门当户对的短暂婚史。他的父亲是 LG 兄弟企业 LS 电器集团的会长居资军。具会长人老心不老，热爱各类极限运动，极限摩托、潜水、摔跤。60加的年纪还整出了开着法拉利超跑深夜飙车的事故。裴勇俊为了和潜在岳父有共同话题，身体素质不太好的他还特意去学了潜水。LG 家族是韩国财阀中知名的重男轻女家庭，家族女眷在集团核心任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拿些股份分红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。具少熙持有约130多亿韩元的家族股份，折成人民币6000多万。相比于裴勇俊本人拥有的财富量级根本不算多，但是相比于手头上的金钱，富了4代的财阀家族能带来的人脉资源是无限的。两人在积极的推进婚姻，2014年一度传出要订婚，甚至韩媒都开始用财阀女婿来称呼裴勇俊了。但是很遗憾，女方家族亲信对此事貌似十分冷淡，还跑出来内涵发言，什么聚会上对此事非常惊讶，因为女儿第一次婚姻的失败，所以对她接下来的婚姻持谨慎态度。作为非公众人物，做巨星的妻子，在聚光灯下生活非常不易。句句都很体面，但句句都在暗示媒体，裴勇俊配不上富家千金。在2014年底，裴勇俊在具少熙的生日上突然提出了分手。此前两人已经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，在提出分手之后，他又反悔请求再次复合，但这次具少熙那边彻底和对方划清了界限。原因很简单，跟财阀结婚并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事情，更像是坠给了整个家族。裴勇俊已经竭尽全力和准岳父套近乎，但依然搞不定 LG 家族的其他长辈们。他的风格就是一路行不通，直接后撤，这也不失为一种行事果断和定位清晰。在分手半年之后，裴勇俊和小13岁的艺人朴秀珍闪婚。这回他选择了一个星光和财富都不如自己，并且愿意相夫教子的娱乐圈后辈作为婚姻伙伴。裴勇俊夫人朴秀珍在三星医院生2胎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激起民愤的争议。2017年，许久未露过面的裴勇俊突然被5万韩国人用一纸联名请愿送去了青瓦台。事情起因是首尔三星医院有专门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，从 A 区到 F 区，用于照看治疗早产有基础病的婴儿。病情最严重的一批婴儿会被安置在 A 区，并且严格禁止亲属探视、母乳喂养。而裴勇俊、朴秀珍的孩子自入院到出院，就利用其父亲的明星影响力，受到医院的特殊照顾，一直被安置在 A 区，享受着最顶级的医疗资源，并且还打破了探视规则，给医院其他产妇家庭带去了很大的困扰。不仅如此，由于他们插队并一直占用重症室床位，一个情况危急的婴儿因为耽误了治疗时间，导致都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，就结束了短暂的一生。而这也是真正激怒数万韩国人发动青瓦台请愿，要求彻查此事的原因。只可惜裴勇俊在娱乐圈和传媒业只手遮天，即便都闹到请愿去总统府了，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最后以朴秀珍手写道歉信谢罪，停止了一切演艺圈活动，为此事画上了句号。3年后，朴秀珍还小心翼翼地在社媒上公开近况，尝试复出，但又被韩国人骂退。此后，朴也只能被迫回家当富太去了。而在此次事件后，裴勇俊也是开始悄悄运作手上资本，为跑路积极做准备。2018年3月，他将 Kiss 的名下25%的股份卖给了 SM 娱乐，拿着150亿韩元现金和350亿韩元的 SM 股份套现走人，并成为了 SM 第3大股东。在2020年，他还成为了 LCK 电竞队伍 DRX 主要投资人。2018年春天，已经完全隐退的裴勇俊又被卷入了邪教相关的争议。他和 JYP 老板朴正英被低社拍到现身基督教福音教派救援派的聚会。这个教派可是大有来头，他被认定为异端宗教，牵扯到的事件有5大洋集团集体自杀事件和世越号沉没的阴谋论。而朴正英的妻子则是救援派创始人刘炳彦的侄女。裴勇俊声称只是收到了自己昔日合作伙伴朴正英的邀请，参与了这场由他组织的100人圣经学习活动。但是 JYP 本人并不是牧师，也无宗教从业资格。即便后续地社选择删除了相关报道，普通国民的质疑声仍然不断，怎么看都是细思极恐。
有人说裴勇俊身上的针一点不少，但是他总能每次都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其实不是他能摘得干净，而是他做了提前退圈、转型商业这个无比正确的决定。对于活跃于演艺圈的丑闻咖们，观众可以做出抵制其作品、代言的抗议，但对于资本本身，普通人根本没有办法割席。况且裴勇俊早已通过资本变现，全家移民去夏威夷，过上了提前养老的生活。这里开心一下，有些裴勇俊的剧粉非常的幽默，说还好咱老叔退得早，把颜值巅峰留给了偶像剧，把角色滤镜留给了观众，没有像某些叔叔们一样一把年纪了还年老色衰，出来割粉丝的韭菜。这句话更是命到没边，博主羡慕你们的才华。最后细盘下来，应该能清晰地梳理出金秀贤这一路都是在模仿恩师裴勇俊的人生吧。家境贫寒出道，爆火后转型经纪公司老板，和小自己10几岁的旗下艺人谈恋爱，并通过压榨手段一步步走到资本大鳄。而这也正是100多家韩媒都不敢得罪金秀贤的原因。要知道金赛纶过世后，他的家人曾在找横竖研究所之前，还将金赛纶的遗嘱发给了韩国100多家媒体，但没一家肯站出来报道金秀贤恋童事件。这种在韩媒一手遮天的养成，不得不说真是和师傅裴勇俊一脉相承啊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后续还会出更多关于韩国中五路老登学研究篇，感兴趣的话别忘了关注我哦。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